大家好，我是开麦拉的主持人爱吃狗粮的猫。今天要分享的一本书，书名是《除了病，我一无所有》。会知道这本书是因为有一次刚好经过图书馆，看到外面有新书分享会，参加之后了解到这是子如分享自称精神疾病发病的历程，介绍自己是如何度过躁郁症、忧郁症以及创伤症候群的过程。在罹患忧郁症、躁郁症之前，子如是一个开朗的影像工作者。有一天被朋友伤害之后，意识到自己被侵犯，每天仅睡不到4小时，持续3个月的狂躁状态下，子如失去了爱人，失去了阅读能力。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子如深刻体会到社会对于这些受伤的人其实并不友善。在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变得陌生，需要重新面对发病时所留下来的客户和同事，让他充满对自己的行为恐惧和不理解。狂躁时期，他甚至将自己的艺人粉丝专页改成“我就是极品”。大多数的人看到狂躁时期的直播，常常会很难理解子如当下的想法，因为这样也常常成为网友嘲笑和辱骂的对象。当狂躁时期结束，子如甚至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在姐姐的陪伴下尝试心理咨商，才发现其实她更需要寻求精神科协助。在这个过程中，子如发现自己和姐姐的关系更紧密，也更认同心理咨商的必要性。在心理咨商之前，子如学会观察到身体健康对于情绪的影响极大。如果身体健康而情绪仍然低落，就可能需要借助药物控制。子如也呼吁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普通的感冒，因为只是大脑无法正常分泌血清素。在精神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諮商效果可能有限。此外，患者通常需要尝试多达8位以上的諮商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为了安抚受伤的自己，子如尝试五感练习的方式，问自己看到某些颜色时是否能感觉好一点，闻到某些味道是否能让情绪安定下来。当恐慌发作时，用脚掌碰地，拥抱自己，同时拍打自己，进行深呼吸练习，告诉自己其实是在安全的空间。另外，子如建议不同精神疾病时应聆听不同的歌单，并发现音乐从右后方播放时自己感到最舒适。子如愿意接受自己的状况，到最终公开分享自己的遭遇，经历了7年的时间，才重新与自己连结，并且写出这本书，分享他的经历。经过这段时间沉淀，发现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受害者往往经历强大的外力影响下，首先会否认身上发生的事情，甚至合理化施暴者的行为。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目的是提醒大家用正常人的方式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因为忧郁症患者期望的是自己能够接受和一般人一样的对待，而不是听到别人说要加油。阅读完这本书后，发现原来要接受一个创伤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如此困难，更困难的是坚持将自己遭遇分享出来，让更多人能得到帮助。希望这次分享大家会喜欢。